确实那个很重啊！侧拽腿，漂亮，好像是拽中了咽喉的部位，又来了一下。自从韩国不倒翁金立硕被杨建平砸断脖颈之后，整个韩国拳坛骂骂咧咧叫唤了3年，纷纷指责咱们中国选手不讲武德，但擂台上拳脚无眼，流血受伤在所难免。然而金立硕的弟弟金东兴却并不想就此作罢，他苦练3年泰拳和跆拳道，年仅23岁就成为韩国 IMAF 和国际武术联盟2大组织双料冠军，自称自己的腿法出神入化，可称世界第一。年纪轻轻有如此成就，确实是可造之材。然而这家伙却时时刻刻惦记着给哥哥报仇，于是便嚣张来华叫嚣着要打杨建平。可惜当时的杨建平因赛程问题出国比赛，这让金东兴非常不满，叫嚣杨建平是怕了自己不敢接受挑战，于是点名要打中国腿王卢东强，口出狂言要一回合踢断卢东强的手臂，让他感受一下什么叫生不如死，然后在3个月之内横扫中国拳坛，让金东兴的名字响彻中国乃至亚洲。闻言，中国腿王卢东强霸气出山，登上擂台3腿将其踢瘸，最后工作人员实在看不下去，将他背走，恐怕下半辈子都要在轮椅上度过。30岁的卢东强来自福建泉州，绰号怒火麒麟，职业战绩49战40胜13次 KO， 手握 WBC 世界拳王争霸赛65公斤冠军金腰带，凭借着犀利的腿法在国际擂台所向披靡，韩国选手敢点名挑战他，那可真是铁匠铺的料，挨打的货。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卢东强如何暴揍不知天高地厚的韩国小子。长按点赞，让我们直接进入比赛。红色拳套中国腿王卢东强，蓝色拳套韩国黄毛金东兴。一上来卢东强就决定让这个5000万人挑出来的腿王见识一下14亿人打出来的腿王差距究竟有多大。连续的拳腿进攻打得金东兴抱头鼠窜，就看他这个气势压根就没想打满比赛，只想速战速决让小泡菜见识一下中国力量。但韩国选手虽说是瘸子里面挑出来的将军，就算实力不行，那挨揍能力也是1顶1的。卢东强想快速结束战斗，恐怕还是有些难度。对方造成不了太有效的杀伤，而且关键自己也耗费掉最宝贵的气。而且拳法的幅度也比较大呀。这个实际掌握了很好。对方高扫，漂亮，直起腿，漂亮命中了，击腹连续的。对，23岁的韩国小将，表现也不错啊，也反击动作也是相对来说。还能很能及时的打，漂亮啊！一个正蹬腿。卢东强虽然比对方年长了7岁，就是低扫腿，漂亮，这个迎击后手。我们看出来经验确实是要高于对手啊。而且刚才看金东兴那一下打后手，明显就是有点赌，就是我打了。卢东强的身体素质非常好，反观韩国选手长得就像个细狗，这家伙到底是年少轻狂。不顾防守跟气势正盛的卢东强硬碰硬，结果被卢东强连续的扫砍踢得踉踉跄跄。比赛刚开始就打得这么激烈，韩国选手彻底沦为了人肉沙袋，除了被吊打根本做不出任何抵抗。命的问题已经有点不耻的感觉了，而卢东强嘴是闭得很紧的，紧咬牙关。对，保护好自己的头部啊！一脚很重，金东兴把卢东强逼到那个角落，但卢东强就凌波微步，直接就出来了。双方这个拼打还是确实是正蹬开了，对，控制好距离，平高很重，看准打准，现在就需要打准了。膝法，而且金东兴刚才又犯了其他选手的错误，就是我上过的同时上去那一步还没踩到地面就直接出拳出招了。对，被追着暴揍的韩国选手气急败坏，凭着一股愣头青的精神强行发起反击。但卢东强可是手握2条65公斤世界冠军金腰带的存在，无论是战术打法还是擂台经验都远不是韩国选手可比。每当金东兴试图打内围，他就用腿法拉开距离，如果还是死命往里贴，那就直接搂抱缓冲。金东兴自诩自己的腿法世界第一，结果却被卢东强一记高位侧踹直接踢翻。漂亮，好像是踹中了咽喉的部位，又来了一下，也很危险啊。对。很少能看到转身后摆，再接前手拳很少能看到这么漂亮的侧踹。错，他一直能有在相对的时间里能用相对的动作还是能打出来，而且他心理素质很好。对，就是在处于下风的情况下，不像其他选手就开始缩回去了。短暂的休息过后，比赛进入第2回合。卢东强犀利的腿法让韩国选手吃了不少苦头，但这并不足以击溃金东兴。这家伙被揍了整整1个回合，看起来气喘吁吁，摇摇欲坠。但进攻欲望却在不断增强，因为他在赛前放出了狠话，而且他的目标可是击败杨建平给哥哥报仇。如果在这里就跌倒，
那可真是丢人丢大发了。我再找那0.01秒，有可能就不一样了。电光火石之间，又踹到踹腿，这次踹的是中段腹部。再来侧踹，前手那个时机掌握的非常好。对，看准连续的，对，再来逼到角落了。又是连续的前手平勾得手，再加击腹好几下。对。我觉得卢东强每次的前面的准确度不错。卢东强不愧为中国腿王，他的侧踹和正蹬给韩国选手造成了不小的困扰。但这样的打法也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体能消耗极快。相比于23岁的金东兴，卢东强可是比他大了整整7岁。中国有句老话叫拳趴少壮，所以从场面上来看，卢东强的体能开始出现下滑。而这个韩国泡菜就像是打不死的小强，无论遭受多重的打击，都能快速调整发起反击，实在是让人刮目相看。一扫躲开了，再接侧踹，再来一下，再侧踹，对方完全是打不到他想要的距离，因为你一上来我就侧踹把你一个吸法，这个没有犯规，在对手三点着地之前，对方是中了这下西装之后才3点着地的。对。好，我们看还有第二节还有1分钟，近身现在在靠。不要过多的搂抱啊！侧踹，我看到很多外方选手就是对我们中国这个侧踹啊，确实不太善于防守，就没有抵抗力。对，有前手看得很准。我觉得既然卢东强已经得手这么多次的前手进攻啊，这场比赛卢东强是时隔6年再上擂台，为了宣传家乡泉州才答应了挑战。一上来打得那么猛，就是想用漂亮的 KO 回报父老乡亲，奈何长时间没打比赛，导致他对体能的分配出了大问题。对手又是这样一个小强一般扛揍的人物，一时间也被对手的拼劲打乱了节奏，但他还是能通过扫踢和迎击拳做出反击。反观韩国选手，虽然猛得一塌糊涂，出招频率也非常高，但是命中率和力量感却差了太多。因为现在知道对手的对卢东强的前手这个漏洞会比较大。侧踹，又是一个上回马枪，感觉我已经没力气了，你来打，但实际上我是留了后手。对，走过了。好，第2局结束，非常精彩的一局啊！好了，开打了。比赛进入第3回合，年仅23岁的金东兴能在韩国拿下2个冠军，看来真不是吹的。这家伙看起来文文弱弱，好像没什么战力，但擂台上颇有一股拼命三郎的气势。想必卢东强也是被他的外表所迷惑，一上来就试图将对方 KO 终结。万万没想到，这是一场持久战。打到现在，虽然说有点骑虎难下，但卢东强毕竟有多年的擂台经验，而且还是 WBC 的拳王，所以卢东强在抢夺有效点数上很有心得。他边打边退，不再随意出手，一出手必然就是精准的命中。金东兴发疯一般的反扑，但抡出来的都是王八拳，两人的点数优势差距也在逐渐拉开。选手的抗击能力啊，真的是恐怖啊！对，让人叹为观止。手要拿好，后手，再低手。高扫是高扫，同样的高扫，卢东强已经用了很多次啊。俗话说，不怕横的就怕愣的，不怕愣的就怕不要命的。金东兴完全就是那种又愣又不要命的，无数次被卢东强踢翻在地，这家伙还是咬紧牙关站了起来。如果他赛前没那么嚣张狂妄，这份毅力倒也确实值得尊重。但擂台的残酷却注定只能有一个胜者。两人激烈的拼斗早就把子弹都打光了，如今已经是进入了拼刺刀的环节，就看谁能抓住机会一举 KO 对手。对，因为他已经把对方头压得很低了，再来一下效果是非常显著的。因为对手有了一个侧身的动作，所以裁判及时的就是终止了这个。如果他连续再加一个的话，效果会更好。没错。一扫一击漂亮，击倒了。先手。不是一个。但是下去因为在我们的规则里边有允许有一个 flash knockdown 的，就是闪电击倒，如果马上根据场裁来决定如果你被击倒以后你神情是涣散的，裁判会读秒，或者是裁判在你被击打那一刹那判断这是低扫腿。随着卢东强一记沉猛的低扫，韩国选手当即瘫坐在地。
裁判立马上前进行读秒。从画面中不难看出，小泡菜腿上的血迹非常明显，看来不是卢东强力量不足，实在是这家伙太顽强了。即使如此，金东兴依旧想要挣扎起身，但刺痛的双腿却根本做不到。就这样，卢东强成功 KO 对手，拿下比赛胜利。不过这场胜利却惊险万分。此时的韩国选手躺在地上气喘吁吁，医护人员也是急忙进行救治，他的脸上充满了不甘。此次来华不仅没能给哥哥报仇，自己还被踢瘸了。最后工作人员看他可怜，将他背进了医院。不得不说，卢东强的腿法确实犀利，但体能的分配却有待提高。如果换一个经验同样优秀的对手，恐怕结果会发生逆转。对于这场比赛，大家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咱们下期再见。